嘛呀？我这吓唬人不得拿出点架势来？那麦克人呢？那儿呢？我本来吧找了我大学时候玩的好的几个同学，想给他点颜色看看，没想到他居然是个……所以我就心软了呀，就让我同学都给撤了。你这样做本来就是不对的，你可是个律师啊，双双小姐，记住你的身份。我该想的办法我都想了呀，你也是知道的，这案子不是那么好打的，尤其是这种证据不足、前期又没有注册版权保护的问题，是很难打清楚的，诉求很难被主张。但是这样呢，就会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。我去，我想到这儿我就不能忍了。好了，别想了，到时候我们大家在一起想办法呗。什么情况？他们俩认识啊？我想我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。原来姐这么巧，你难道就不心虚吗？我有什么好心虚的？你别装了吧，我都看到了。是不是你让麦克告程志抄袭的？你现在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啊？麦克呢，只是我的一个粉丝，当然他也是一个摄影师，所以我想找他拍点艺术照。今天约他就是想沟通一下拍摄方案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麦克和程志的关系你应该很清楚吧？在这种时候，你出现在麦克身边，是不是太巧了点？他们之间有官司啊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。不过要是有什么我能帮忙的，你随时告诉我，也许我可以帮你跟他聊聊。你行了吧？我到这里来不是要跟你东拉西扯的，我就是要警告你。既然我今天能跟到这里来发现你跟麦克之间的关系，那我也可以很快的找到能让程志获胜的证据。你最好能撇清你自己的关系，不然这一次你一定会身败名裂。你看看你现在这样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又没怎么样。你要是真怎么样了，你就不会坐在这里了。干嘛啊？我又没打人家，不就吓唬一下？吓唬要是有用的话，还要律师干嘛呢？哎，你别说，有时候还真管用。你说说看。那你可就不知道了。我上大学的时候，跟我那几个好朋友，什么人没见过，什么败类没有对付过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都是正当防卫。哇，我的小公主，你还有这历史呢？那这段时间可算把你憋坏了。什么这历史？我都说了是正当防卫。你要知道的，这个世界上无赖很多，你跟他们讲法律，他们就觉得你在跟他们过家家。然而，无赖在心理上脆弱得很。哎，有一次差不多的情况下，一无赖偷了我哥们儿东西，非不承认，我一气之下就给他堵巷子口了。我说我已经报警了，但是他不信。于是呢，我当时就揣了个棍子。你看，首先这架势就要拿出来，他当时直接就吓懵了。这时候警察到了，他居然妄图逃跑。我告诉你，我当时直接就……赵教授，爸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事吧？爸，没事吧？双双平时不是这样，他今天特殊情况，有个案子特别棘手，所以他就……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心里清楚。是你这个抄袭案让你感到棘手吧？说说，怎么回事？啊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是啊，赵教授，我们碰到了一个无赖，他非要说程志的摄影作品抄袭他的，而且还大肆的做文章呢。这种人真的特别不要脸。我跟你说话了吗？程志，我说你怎么又去捣鼓你这个摄影了？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我就是心血来潮，觉得好玩，就投了作品。我没花钱。
你还是原来那个老样子。你说你不好好研究研究案子，惹出些不三不四的事情，给自己沾了一身泥，我看你以后怎么处理这个事情。爸，没您想的那么严重，这是小事情，我自己能搞定，就不用您操心了。不用您操心。你自己能搞定？你搞定什么呀？你再这么下去，不光这个律师事务所搞不定，我看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爸，您怎么还像以前一样？我自己做什么事情，我自己心里清楚啊。赵教授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这件事情不是程之干的，是我干的，是我未经他允许帮他报名参赛的，一切都是我的责任。但是啊，程之他这几年兢兢业业在律师事务上打赢了很多官司，他在业内也是小有名气的，这您应该也是有所耳闻的吧？所以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官司的。你干嘛呢？是我自己要参赛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傻吗？是我跟你是我自己要参赛的。好了好了，别以为你们两个搞什么名堂我不清楚。程之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官司的事情，你给我处理干净。如果这个官司输了，那以后这个律师事务所就由我来负责。还有啊，什么人该留，什么人该走，你心里要想清楚，要有个决断。不要让这些不三不四、乱七八糟的人把你带到沟里去。请问赵教授，您想让我想清楚什么呀？什么是我该决定的？谁又是不三不四、乱七八糟的人？还有，事务所是我自己的，我自己能做管理。赵正之，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糊涂！走开！年纪这么大了，情商还这么低，我实在没忍住。你也别怪你爸了，这件事情说到底呢，我也有责任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呢，就是打赢官司。哦，对了，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我去跟踪麦克的时候，我还碰见谁了吗？谁啊？楚云。靳总啊，你英雄救人的事迹已经上新闻了啊。我倒觉得挺好，反正也省得我们造势了。这次和泰和合作的消息一旦传出去，立刻就会有新的投资人对我们感兴趣，到时我们也就不必在乎他张亮那份了。金然，你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做事了？啊，我们这次明明可以借此机会吞并泰和，为什么要给他留生机啊？怎么，以一条人命换一个吞并的机会？我只看到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顾三你竟然一点变化都没有，铁石心肠。那凯文的死，我问你，Kevin 的死你不要再跟我提了，我没有权利去干预 Kevin 是生是死，那是他自己的选择。他明明有一条生路，是你掐断了他最后的一线希望。竟然，原来你早就知道这件事，那你为什么现在才跟我摊牌？你为什么在知道之后还要让我进出飞图？我如果能再有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我一定不会选择你。原来你一直在利用我。生意场上能够有让彼此被利用的机会，这才是能够在一起合作的。你教会我的。竟然，我求求你，我们一起回去吧，好不好？我每天跟人厮杀在商场上，我好累。我求求你跟我回去吧。你，我 ，Alex， 我们一起过，我们一起好好生活，好不好？我不可能跟你一起回去的，因为原来在这里，
和泰和合作的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，我劝你最好不要阻止，省得白费力气。季总，我作为飞图旅行社的产品经理，今天正式向您提出合作。策划书您仔细看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的。好的，我看了，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，除了这2个条款可能需要修改一下之外，其他的再让我的秘书跟你联系。能再次跟飞图合作，真是很开心。能重新开始的感觉，太棒了。说什么呢？本来这一切都是在正轨上的，而且我最近一直在猜想，这是不是你和静然演的一出戏啊？你们在公司的时候斗得你死我活的，其实是静然故意把你推出去，为了开辟新的业务，然后你们俩再强强联合，不断扩大业务领域的同时，又能各自占一席之地，是吧？还真不是这样的，什么强强联手啊，都是静然在帮我啊。没有，季总，您知道现在外面那些投资商都是怎么猜想的？他们说，既然能放下跟您的恩怨再次合作，一定是泰和公司和蓝镇有着巨大的潜力，大家都在跃跃欲试呢。竟然机密过人，我真是甘拜下风。季总，您能放下执念，真的让我很钦佩。您依然是那个最让我佩服的老师，真的。千万别这么说。那个是，年轻真好啊。原来你一定要幸福，竟然是值得你托付的。我知道了，我会的。你就这么举着伞站在雨里面等我？你去医院见顾萨了？他现在病情怎么样？已经帮他在日本安排好疗养了。最近公司资金紧张，是因为他撤资和离开吗？啊。那你有想过后面怎么办吗？其实我在现阶段更担心季祖。我曾经给过他承诺，会帮他挺过这次公司上的难关，可是根本没有想到现在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你别说，倒还是季祖，他这次知道整个事情之后的态度让我刮目相看。Grant 是华中投资的老总，你怎么会有他的名片？是季总给我的。明天会议中心会召开一个旅游投创的发布会。Grant 作为评委之一，对这次的旅游开发特别的看重。我觉得你可以借此机会好好的推广一下培心岛的项目，毕竟是企业家云集的场合，机会难得。好。季总为什么不去？可能是前段时间发生那样的事情，他还不想过早的在大众面前露面吧。这次还真得谢谢他了。
你还会陪着顾萨再去日本？你怎么会这么问？这就要问你的青梅竹马了。这段时间真的是委屈你了。你经历了那么多，而我却一无所知。我这个男朋友可能真的非常失职。看来我今天不得不再去见一见那个楚云了。这也好，也就只有你才能打开他的心结了。花姨，楚云啊，哎您不是去日本了吗？啊，既然他爸爸身体好一点了，所以我就先提前回来了。进来，进来，坐。啊，那哥哥还出不出国了？啊，你怎么了？这么想让晋然出国呀？我还以为他跟那个姓顾的去日本了呢。不会的，这儿有原来，他们要结婚了。结婚？嗯。楚云，我们执着的追寻我们得不到的东西，最后伤害的是我们自己。你看啊，晋然他爸爸这件事，他爸爸抛弃了我们母子。我要是早一点把这个事情放下，我要是早一点想开，我和晋然的生活会变得比现在轻松多了，晋然也不会对他这么样的耿耿于怀。你说是不是啊？放下心里的负担，去寻找一个真正爱你的人。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我和晋然哥哥一起长大，这份感情早已在我心里根深蒂固。我怎么可能说放下就放下？花姨知道，可是你是不是真的想让哥哥幸福？是吧？那就对了，原来和他在一起，就是他一辈子的福分。我不愿意，花姨，我做不到。为什么原来就可以自始至终地得到他的感情？为什么不是我？傻孩子，阿姨相信你一定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的。啊，楚云的幸福，花姨做主。可是我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他们的事情，他们不会原谅我了。谁说我不会原谅你了？不好意思，门没关，不小心听到了你们之间的对话。好，你来了。那行，你们两个人慢慢聊吧。啊，花姨在楼下等你啊。回头见。哎。你找我是为原来的事情吗？那件事情就让它过去了。你真的不追究我了？那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，你要是想打我、骂我都可以，就是不要不理我。你要知道，我所做的这一切，我无非就是想让你正视我。我最怕的就是你会离我越来越远。我没有要远离你，楚云，只不过是你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用一些极端的方式来处理问题，才将我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再说了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也不是大家希望看到的。承志哥哥的那件事后，我本来就已经打算放下的，可是
你知道吗？就突然间网上传来了那么多攻击我的新闻，我像是一个刚刚结好的伤疤，就被人撕开了，我就怀疑到你们头上了，真的对不起。那些不实的流言蜚语，我已经帮你澄清了。原来是你啊！谢谢哥哥。你先不用着急谢我。还有丁昂呢，他让他网上的朋友帮着把那些不实的言论也一一帮你澄清。那丁阳跟心怡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楚云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师傅，开车。喂，什么事？大师，楚玉愿意提醒你当面查测你的事情。真的？我给你发个地址，你快点过来吧。我跟欣怡在车上呢，我现在马上过来了。好。师傅，按这个定位走，谢谢。好嘞。干嘛？你知道我最想干的是什么事吗？我怎么知道你想做什么？还有你要带我上哪去？一会儿你去了就知道了。我要联系我的秘书，我要让他去那家你最喜欢的餐厅定两个位置。我相信到了晚上你一定会很有食欲。还有，小家伙，这段时间妈妈生气，吃不了多少东西，因为她很生气。今天晚上别碰我！丁阳，你到底要带我上哪儿去？你要不说话，我下车了。我说老婆，你别激动。你不是一直想要楚云当着你的面告诉你吗？一会儿我们就可以见到他。老婆，这个戒指，我一定会亲手重新的把它戴在你的手上。其实经过这段时间，我自己想清楚，我知道我错。真正的信任，不是说等事情发生之后去要求对方信任，而是你根本就不应该让这件事情发生。我就不应该让楚云靠近我。老婆，对不起。
马上就要轮到我们了，紧张吗？能够见到旅行行业的大咖，已经算是我们成功了一半了。我对这次的演讲非常有信心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一定可以拿到那笔资金。这关系到我们飞图是否能够渡过难关，所以今天一定要好好表现。放心吧。喂，你好。你说什么？哪家医院？我现在过去。怎么了？丁阳新一出车祸了，有生命危险。那我们快走吧。喂，怎么了？程志，丁阳和新一出车祸了，已经不省人事，正在市医院呢。你赶快过来吧。好，我马上就来。怎么了？丁阳新一出车祸了，现在去医院。走，赶快，快走！怎么撞的车？他们两个现在怎么样？已经手术4个小时了，还没有出来。阿姨，你们谁是丁阳的家属啊？我是他妈妈，他怎么样了？病人的情况不是很好。医生，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，我一定会配合你的。病人因为受到强烈的撞击，引发了胸腔内大出血。虽然已经给他做了紧急开胸手术，但是毕竟失血缺氧时间太长了，情况不容乐观。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了。医生，不可能的。我希望你们再好好想想办法，好不好？只要还有1%的希望，我都愿意尝试。你们现在需要我做什么？我一定配合你们，我现在就可以签字。病人现在的状况已经不再适合做手术了，现在只能尽量维持他的生命体征平稳。至于他能不能过了这一关，还要看自己的意志了。请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。先坐下吧。阿姨，坐。你们谁是徐心怡的家属？我是她婆婆，她怎么样了？病人已经怀孕4个月，现在情况非常不稳定，有先兆性流产现象，而且现在血压一直在下降，现在正在抢救。请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。阿姨，麻烦你，我儿子和儿媳妇都在里面抢救，你一定要跟医生说，一定要把他们救活。这个您放心吧，我们会尽力的。我要让他们活着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阿姨，来，我们先坐下。来，来，阿姨，不会有事的。阿姨，你冷静一下，丁阳和心怡一定会没事的，一定会没事的。一定会没事的，阿姨。你一定要保佑我的2个孩子醒过来。如果你一定要拿走什么，你就把我拿走吧。你一定要保佑我的2个孩子平平安安的。阿姨，没事的。
医生，怎么样了？我们已经尽力了。阿姨，心怡，心怡，你醒了，怎么样？啊？扶我起来。来，慢点。丁昂呢？丁昂在哪儿？护士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想问一下，护士，我想问一下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年轻的孕妇？心怡，心怡，心怡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知不知道我多担心？心怡，没事吧？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？是不是觉得不舒服？啊，心怡，
我来等丁昂，我想他手术出来第一个就能看到我。心怡，丁昂，我知道，丁昂还在做手术，对吧？我是他太太，他手术做完了吗？他的手术已经做完了，这是医生整理下来的遗物。整个手术过程中，他一直紧紧抓着不放，直到最后才松手。我想应该是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东西吧。现在我把它交给你。心怡，心怡，心姐，心怡。蒋总，您真的要辞去董事长的职位吗？我累了，我想要好好休息。这个是设计科托我带给您的。丁总在代言 Kingo 手机的时候，自己设计了一些升级的功能。他嘱托设计科不要告诉您，正想明年可以给您个惊喜，只可惜才完成80%。丁总一定是希望 Kingo 手机不要再被其他的手机反超，所以才自行设计了这些功能。我觉得他是很爱您的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您节哀。从前，我叫你来公司帮我，你总是不愿意，还老是责怪我，整天忙于工作。我真后悔，我后悔以前没能多陪陪你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喜欢游戏，你就去玩游戏，我一定不会再管你。妈妈不是想管你，只是不想让你吃亏。其实，我还是偷偷替你入股了网游公司卡诺，想着，如果哪天你的战队输了比赛，坚持不下去了，还能够东山再起。你总怪我忽略你，可是儿子啊，妈妈怎么会不关心你呢？我怀胎10月生了你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我最爱的人。
万局势定了！一遇到什么想不开的事，他就会叫上我们，一起来这儿打拳。这家伙平时操心我们的事情比操心自己的还多。我们俩脾气都倔，如果不是他，我们大概会气彼此很久吧。之前我们两个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永远都是找他帮忙。兄弟走了，以后若是再遇到事情，只能靠我们俩自己了。这个大门包，我还以为他运气最好，这么早结婚生孩子，既然我们该怎么办？没人陪我们一起练习，没人替我们当说客，没人帮我们外挂练级。既然来，心怡。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们回去吧。原来，心，我们留在督处部，过2天再过来看他。喂，妈。
老婆，你回来了。老婆，欢迎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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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婆，空调已经帮你调到了最适宜的温度。老婆，又辛苦了一天，记得吃孕期叶酸哦。微波炉里有牛奶，记得一定要喝掉。下面是放给宝宝的胎教音乐，你也好好放松一下。哎呦，厉害了吧你啊！你死定了，你知道吗？气死我了！这高师傅，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你的皮了，我告诉你。老婆，走开！亲我一下。不要惹我啊！亲我一下。你说这个高子傅真的是色胆包天啊！他连他老板的女人都敢动。老婆，你说怎么办？老公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，阿英，买一送一，老婆大方吧，快说。你要看的电视剧、电影我都收录了，是不是特别善解人意？我们俩能走到底吗？不能，最多60年。60年以后，我让你再选一次。因为我再也不跟你吵架了。老公，我错了。我错了。
袁经理，这是太和的季总突然给您送来的，说是送您的礼物。好的，谢谢。季总呢？叫他出来，让他出来。对不起，我们季总今天不在。不在也对呀，不在也给我一个说法。不好意思，我先接个电话好吗？什么态度啊，你这是？你这个时候来电话想干什么呀？来看我们笑话的是吗？我们是来跟他解约的。你们季总躲着我们不见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啊，你别装听不见啊！他欠我的钱到底什么时候还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季总今天真的不在。要不你们先回去吧，等他回来了，我立刻通知你们好吗？哎，什么事啊？让他出来！经济的，别想躲着我们！喂，喂，静然，不好了，我觉得季总要出事了。怎么了？你先别着急，慢点说。昨天晚上他给我打电话，我没有接到。今天一大早，他公司都乱成一团了，他人也不见了，而且电话也打不通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一大早还给我寄了个礼物。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在去找他的路上。他如果要刻意躲避我们的话，你肯定是找不到他的。你要不要再想想他平时还喜欢去哪里？我想起来了，在威斯顿酒店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过去，你在那边等等我。我在公司这么多年了，一直辛辛苦苦的，不求回报，难道我真的要输给那个臭小子？看来我要为我的未来谋划谋划了。下面让我们有请泰和星旅的董事总经理季总上台领取标书。季总刚刚自立门户，就拿下这么大一个案子，可喜可贺。那看来以后我们只能做对手了。那要麻烦你手下留情了。挖走前公司的员工，抢前公司的客户，以前您是不会这么做的。竟然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，现在看来，跟您一比，他还是手下留情的。原来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你来找我，我这个最得力的位子，永远是留给你的。不会有那么一天的。建木集团董事长秘书来电话，说要退出我们蓝镇的绿化建设，明天会派律师过来跟我们谈撤资和赔偿的问题。你等一下。您这是干嘛？老师。老师。我好久没听到这个称呼了。我不配当你的老师。你跟晋然都比我优秀。我是个失败者。是您教我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艰难的时候，人是这样，飞图也是如此。您还记得2年前吗？对手的打压，害得我们飞图差一点就经营不下去了。要不是您把卢总请来，可能那个时候飞图就已经不存在了。您忘了您当时是怎么跟我说的吗？
不要被一时的失败而打倒。失败并不可怕，你知道孤独的那种感受吗？我好累，我拼不动了，我也熬不过去了。我现在就想解脱。可是您还有我们，我和既然可以帮您的。来不及了，我只希望你往后还能记得我。您不仅是我的老师，我们还会是最好的合作伙伴。您看，我们的合作意向书我都已经做好了，我拿过去给您看好不好？不，没有用的。什么合作，都是骗人的。你们到最后也会跟他们一样，要抢来跟我解约。这是真的，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。我不想连累你，谢谢你。你回过头去吧。季总，你知不知道，只有懦夫才会选择轻生？你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对手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要救我？因为你根本还没到死的时候。你看看太和里面还有多少个员工死心塌地的跟着你。你死了，让他们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你的公司现在还没到最惨的时候，你还有反击的余地。飞图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。我真心希望你考虑一下我之前给你提的那个建议。只要你我强强联手，一定可以达到双赢。好好活着，路还很长。怎么了？我刚刚看到季耀庭站在那里，就想到了多年前站在那里向我求救的凯文。凯文，你是说当年美姬案子的凯文吗？当年我没有能够像今天这样及时的出手相救，所以凯文他走了。原来你知道吗？我刚看季耀庭站在那里，我恨他，我恨他不负责任。但我更恨当年的我自己。你是不是到今天还在怪我？我努力了。真的努力了，我知道。当年我知道凯文他有家室，有妻子，有孩子，所以我在收购美姬之前，我寓意将集团底下一个小公司授予他去做代理。如果他做得好，不出1年，
只要不出1年的时间，他一定可以东山再起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好了，公司他把这个公司给别人了。是我一手将凯文逼上去了，我给他看到希望，最后让他看到了绝望。哼，真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这能叫抄袭啊？真是见了鬼了！这个真的不算什么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心怡开车过来的时候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真的觉得我自己要死了。我没觉得他会停车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他就已经……我有个重大的发现啊！这个告长治的家伙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出名的摄影师，顽固富二代一名，不仅拍出来东西特别烂，而且他还开了一个培训班，他养了一批的学生，几张照片都能看出来这是他学生拍的，根本就不是他的作品。他真是想活想疯了吧？吵死我了！还有，我呀，好不容易抓到了一个他的学生，在我的威逼利诱之下，他才说出了这些。但是呢，我答应了人家不能出卖他，所以我们还得另找证据了。双双，你做这些都是为了我吧？我真的很感动。你已经不生我气了吧？我才没有，我是看不惯。哼，诬陷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能使出来。等我找到这个人，我一定要教训他。你就嘴硬吧，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放不下我，对不对？谁说我小气？双双，就别生我气了，来亲一下，亲一下，就算原谅我了。没有。建然，哟，张亮，快来，赶紧坐。我正想跟你好好聊聊培新岛地产这边一个新的动向呢。很抱歉，建然，培新岛的项目，我决定撤资了。怎么了？为什么？私人原因。这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这可不是你一贯做事情的风格。你要有什么苦衷的话，你告诉我，哥几个一起帮你想办法去解决。再说了，培新岛的项目已经开始动工了，你这个时候退出，你就不觉得可惜吗？我真的已经决定了，而且也确实是我私人的原因，不方便透露给你。所以你只是过来告知我一下。我想，凭借我们俩这么多年的交情，我做这么大的决定，还是亲自过来跟你说一下比较好。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，你现在这么做，置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于何处？总之，我真的很抱歉。张总，请您留步。这是我和建然一起做的关于蓝镇旅游配套资源建设发展的策划书，一直没来得及给您看。袁经理，我相信你们的策划书一定做得非常好，不过很抱歉，我不能再继续参与你们的项目了。为什么呢？既然您真的认可这个项目的前景，为什么不愿意一起做？我要马上去美国了，非常不好意思，把建然还有你们大家牵扯到里面。不过，
我会按照合同赔偿给既然的。张总，我们真的非常需要您的帮助。培心岛所有的项目都已经开始启动了，每个行动都是参与者的心血。您说这么短的时间内，让我们如何寻找其他投资者呢？您要是这么一走，让既然怎么办啊？您就不顾及你们多年的情谊吗？我相信既然的能力，我也相信他一定能度过这次危机的。还有，袁经理，你的工作能力很强，我希望你能一如既往地陪在既然身边，支持他。再会。张总，您可能对我们的项目有很多地方您不了解，您听我说。袁经理他的担心是出于对这个项目的负责。如果打扰到你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既然你来了，那袁经理就交给你了。张亮，我本想再与你好好的聊一聊，但现在这么看下来，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了。兄弟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打住吧，兄弟这个词不是随便乱叫的。以后你叫我靳总，慢走不送。保重。走。既然，我觉得，怎么了？我觉得没救。对不起啊，每次都是我在给你惹麻烦。这不也没什么不好的吗？那至少能证明你还在我身边，在乎我。说什么呢？我们一路都这么过来了，打打闹闹，早就习惯了。再说了，要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你不在我身边给我惹麻烦，不吵我也不闹我了，那我是不是该担心你准备要离开我了？既然，我不会再冲动了，也不会再伤害你了，更不会再离开你。真的吗？你的公司现在还没有到最惨的时候，你还有反击的余地。飞图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。我真心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之前我给你提的那份建议。只要你我强强联手，一定可以达到双赢。好好活着，路还很长。季总。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没有责任感？季总，你别这么说。这么多年，你为了理想所做的努力，别人不知道，可我最清楚。我一直都以为努力不重要，因为大家最看重的就是谁是最后的胜利者。可是季总，您没输啊。其实，既然说的也没错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到一败涂地的地步。你觉得我们还有机会吗？
和晋然合作。我对晋然的厌恶一点都不比您少。我在飞图待了那么多年，是他亲手把我送出了公司。要是没有您录用我，估计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敢用我。可话说回来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晋然在商业手段上的确有一套。我们为什么不借助他的力量，挽回现在的局势呢？Lisa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在背后支持我。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跟你澄清。什么？当时既然把你开除了，这个责任在于我。我对不起你。都过去了，季总，相信我们一起努力，公司一定会好起来的，振作起来。谢谢。傻样，笑什么呢？我忽然之间啊，一下子什么都想通了。你的手段，你的做法，还有你的抱负，是吗？不觉得我跟季傲天二度合作是别有用心了？哼，你们女人疑心病啊，非要用我差点飞掉一条胳膊的代价才能换取你的信任啊！哎，我只是说我想通了，但并不代表你这些做法值得推崇。蓝城项目你骗了我的事情啊，我可能会记你一辈子。一辈子呢？那至少说明我任重而道远嘛，是不是？你还是不要太得意了，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超过你的。其实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相处？什么意思啊？比如说呢，我负责赚钱养家，你负责貌美如花。切，你想得美！我本来就貌美如花，好吗？我还不如花点心思想一想怎么做自己的女王，不依靠任何人。错，别人可以不依靠我，但你得要依靠我。哦。不过说的也是，现在的挑战，这不才刚刚开始吗？原来，接下来我还需要你的协助。你是说张亮吗？是啊，我不打算再去找他了。公司现在缺少了他的资金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认为我和季傲庭再度合作，一定可以创造奇迹。而且，这不还有你在我身边的吗？好，我随时待命。但是我希望你能相信我，我一定比你想象中的更出色。所有的事情都放心交给我吧。原来，我时常就在想，有你在我身边，真的太好了。我们彼此经历了那么多，分开又和好，身边人人都有彼此。闭上眼睛。干嘛？好了。送给我吗？带什么？好看吗？很美，我喜欢。原来，我们以后再也不分开了，好吗？再也不分开了。
蹲在麦克家门口，这家伙果然像那学生说的那样，一早起来就锻炼。我已经叫了我几个小兄弟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双双，你这样做不妥吧？他人卑鄙，我们不能跟他一样啊！你冷静点啊。